大家好，欢迎收看《乳房健康大小事》系列节目，今天是第2集，我是主持人方世清医师，这是我的助手，美丽的助手 Sandra。嗨，大家好，我是 Sandra。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外科部主任洪晋生医师。大家好，我是洪晋生医师。那我们接续上次提到一个很神奇的检验，叫做 DNA 甲基化。从血液里面一管血就可以看到你有没有隐藏的癌症啊。那这个准确率很高啊，90%以上啊。那这是一个全民的福音啊。那我们接下来多了解呢 ，DNA 甲基化到底为什么可以代表一个癌细胞的一个活性？又怎么样监测到它呢？就是说，血液里面循环的癌细胞的 DNA， 它的甲基化，所以正常的细胞啊，它其实可能并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甲基化的现象。但是当它有一些的 DNA 的这些基因的位点可能被过度甲基化的时候，它的一个生长可能就会被打开，所以就会造成细胞的一个过度的生长，然后甚至产生癌症的变化。所以当这些过度甲基化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说，它可能已经有一些地方产生一些的病变了。那这种当然不只是乳癌有可能会遇到，其实在其他的癌症也是一样。那目前其他的癌症也都有在寻找说像是这样 ctDNA 的一个过度甲基化的一个位点，那能够锁定某些的位点，甚至我们就可以借由抽血来去判断说，它会不会是已经有某方面的一个器官开始产生有一些过度的生长的一个情况。所以甲基化可以代表这个 DNA 的表现的活性哦。这个甲基化可能观众有一点不太理解哈。甲基就是一个碳键嘛哈，然后就附着在我们的基因上，那其实是在调整基因的活动的。所以如果某些基因的某个位置，那出现这些过度甲基化，然后就泄露说这基因已经开始在做事了。那又从这个癌症细胞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我们的血液里面了。我们血液里面可以侦测到癌细胞的基因片段，那要很高超的技术吧？这的确是要比较难一点而且它通常其实有时候放出去的量也不见得那么多，所以其实那个一滴血大概真的不大可能那个常常是要一管血，是，然后要比较严格的一个萃取，然后才能把那些东西就是把它萃取出来。那这样变成说乳癌相关的基因，它的 DNA 甲基化，还有大肠癌相关基因，它 DNA 甲基化，那等于说我们在血液里面就可以去侦测说我们身体有哪些组织已经有癌化的风险了，或者说已经是癌细胞了。将来可能我们希望呢，或许是经由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筛检出来，身体会不会已经有哪些地方开始产生改变。那目前来讲，当然还是持续朝这方面努力，因为这种基因 ctDNA 的这种萃取，其实真的技术的难度上面的确还是比较高一些。所以各位观众要记住这个名词叫做 DNA 甲基化，一管血知道你有没有潜藏的癌症那如果我们在乳癌的应用上比如说有些这个妇女那很意外的发现有肿块，那仪器的检查呢又怀疑是乳癌的可能性。那这时候可不可以用抽血的方法，利用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 DNA 甲基化，就免去了做切片的痛苦啦？这样不是很好吗？洪医师看法呢？这个可能目前还是不行的啦，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的切片，虽然说刚刚讲那个 DNA 甲基化好像很神奇的样子，但是我们要判断是不是乳癌，还是必须要去做这个切片。是，那像是出针穿刺切片，或是肿瘤把它切除下来，因为你还是必须要有所谓的病理学的化验，然后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癌症。甲基化可能只能代表说它已经开始有一些不正常的活动，那但是是不是100%等于是癌症的话，可能目前来说还没有到那么的精确，所以还是要做切片。不过有时候从这个乳房摄影或超音波会看到好几颗疑似的肿块那这时候每个地方都去做切片，那也是很辛苦。很大的压力的确，如果是这种状况，大概就或许可以由这个甲基化的部分先来去看，因为可能10几颗，我们坦白说，如果今天是我们要做切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这10几颗全都要切，还是说这十几颗全都不切。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东西可以辅助我们，告诉我们说，的确很有可能它有异常。这个时候或许需要认真一点的。对，我们就的确会觉得，或许里面就算是
十几颗，我们可能也只好一颗一颗去切去化验。所以的确是有这种十几颗肿瘤样子的乳房嘛？也有，比较常见的大概通常都是一边5、6颗啦，那也有的病人大概就是一边10几颗。那种的话，如果他每一颗都要去看的时候，有时候其实真的看到后来也不确定到底哪一颗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所以的确对我们来说，太多颗的时候，判断上面有时候会有它困难在。所以在诊断这个有没有乳癌这个 DNA 甲基化，像面对这样子很多颗怀疑的时候，就有它的这个参考性了。好，如果说这个抽血起来有癌症癌化的这个指标的话，那你就要得认真做切片的哦。那这是一个可以应用的状况嘛？是，那我想问一下，通常大概是建议什么样的族群应该要先做这个 DNA 甲基化的检验呢？大部分的话，我们现在还是会放在说，如果是已经确诊像是乳癌的这种的话，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 DNA 甲基化的，刚刚讲嘛 ctDNA， 所以你必须要循环的这种癌细胞，所以可能已经确诊是乳癌了，他真的得过乳癌，或许我们就可以去做这种 ctDNA 的一个甲基化的一个检测，来去监测说它是不是真的还有残存的癌细胞，或者有没有说将来比较有可能或许已经要复发这样子。所以听起来这个 ctDNA 的量啊，不只是可以作为有或没有的诊断，也可以作为量化的指标，来看它癌症细胞现在的这个量是有多少，是这个意思吗？目前的话是的确朝这方面持续在努力啦，也就是这方面我们陆续都有做一些病人的追踪啊研究，然后来看说是不是能够像达到刚刚讲的这样，算是量化，对量化的一个程度。那就很好的一个乳癌患者，不管开完刀等等等，或不能开刀的一个追踪的指标啊。当然希望说，甚至借由这样子，将来可以去看说，病人的治疗的状况。像是常常有病人会问啊，就是说，我今天开完刀，其实我身上是不是已经没有癌细胞了？是。那如果没有癌细胞的话，那后面什么化疗、放疗这些治疗，那我还要做吗？为什么你还要叫我做这？医生，你是不是因为什么样？然后所以想要叫我做这些检查，所以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就对了。是。Sandra 有遇到类似的亲戚朋友这样的案子吗？有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妈妈的朋友她就是乳癌患者，那如果她这样身为乳癌患者，听说她就是这后面的这几年在追踪都很辛苦，那她既然这么辛苦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改成透过这个 DNA 甲基化做追踪？对，的确，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在未来的时候能够达到这样，也就是如果你测起来血液里面并没有这种 DNA 的甲基化的一个过度表现的时候，那可能就代表你身体里面的癌细胞，可能已经没有癌细胞，或者甚至癌细胞的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当非常非常少的时候，可能你身体的免疫力就已经可以清除掉。那如果可以到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像是化疗、放疗，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就做一些调整，可能不用做到那么多次的这么辛苦的一个治疗，或者说可以用其他比较缓和的方式，像是荷尔蒙的治疗，会不会其实就已经有同样的效果？那这当然还需要说后续我们再去追踪这些的状况，然后才能再确认的。所以这代表说，它这个 DNA 甲基化在未来也有可能当做是它针对它目前的治疗，然后去看它现在的反应好不好吗？对，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啦。我们当然最好就是未来可以用这样子来去判定病人的一个状况，然后来决定病人的一个治疗。所以今天听洪医师跟我们介绍这个新时代的工具 DNA 甲基化，从血液中可以看到癌症细胞的这个活性那甚至可以量化癌症的细胞，那这个可以应用在诊断一些乳房肿块的病人那如果已经得到乳癌的，那也可以追踪他后续的状况，那依照病人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指标做一个参考，然后量身定做适当的治疗。那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工具了大家的福音。那我们今天谢谢洪医师，还谢谢我们的 Sandra。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观赏。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